云雷，我有一个事情想问，可是你可以告诉我，可以问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你从那个台上摔下来这件事情。哦，这件事情是在你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吗？一开始是有的，因为从10几米下来，从台上掉下去吗？南京南站的2楼的送客平台，它不是这是南站吗？它不得盘桥吗？一圈一圈盘到送站口，从那桥上掉下来的，15米多。怎么掉下去的？喝多了，因为当时喝完了酒，脑子是懵的。我觉得那只有2米或者1米，底下就是草坪。我说没事来吧，这么搞啊？因为我抓不住了。我是当时想的是，我说可能我死不了，我就闭眼睛，撒手那一刹那我知道。你现在我回想其他的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撒手，但是再睁眼的时候。我就是在医院就听，赶紧手术，赶紧手术，让我开胸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来气了，因为我的5脏都移位了嘛。然后肠子呀、胃呀都跑在这儿了，把膈肌撞破了。我喘不来气儿，我说爸救我，爸救我。我说我喘不上来气儿，然后我就又不知道了。然后再睁眼就是 ICU。天啊，这么严重？所以几乎就等于会死的。对。医院的主任说：“他说张云雷，他说你懂医学吗？”我说我不懂医学。然后他说你上网查一下，他说就你一个骨盆，你别说你伤得这么重，你一个骨盆就能把你的命要了。因为我的骨盆是摔断了。骨盆一断，这个血马上就会跑到腹腔里边来的。血跑到腹腔，你不用等到救护车来，你已经这个人就没有了。他说你能等到救护车来，然后到了医院一打开你的腹腔里，竟然一滴血都没有。哦，很神奇，就是幸运吧，就是运气好这个应该有被师傅骂吧？没有，没骂，一句都没骂我。觉得捡回一条命就好了。对，当时会有恐惧，觉得会躺着动不了了吗？有过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没人告诉我伤得这么重。我睁眼我就在 ICU， 我说我到底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受了点那个骨头骨折了，他们可没告我，肋骨也折了9根，骨盆胯骨摔断了，胳膊断了，脚是粉碎性骨折，摔爆了，然后这边呢骨盆断了之后把筋割破了，然后还切了1块肺，都没人告诉我，就是这个人就是还能不能站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呢，但是都告诉我啊就骨折了，啊我说骨折了没事儿，我当时心里想了没事儿。你当时没有痛到受不了哦？因为他那给我用药，止痛药什么的，我就是没有感觉痛。后来就是因为我后背他不是给我开胸嘛，然后有刀疤，我说好痛啊。然后有个护士过来帮我说我帮你揉揉，他这一摸，我说我说怎么这么痛啊？啊没事儿，你开胸了。我说不是骨折了吗？为什么还开胸啊？我再问也没人告诉我。我还是觉得没有事儿，然后有一次医院有一个主任，张云雷，我说哎，我刚看完你的相声比赛，我说考虑考虑幕后工作吧以后。说完他就走了，现在可能我跟你们阐述，我能笑着说，就说完他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就是当时我就想，我说你让我说不了相声，你不让我死了，因为我跟相声已经是分不开的。我跟谁也不能说，跟谁都不能说。后来师傅上医院看我就哭了。我说爸爸，我说我可能瘫了。我说我还能上台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我的儿只要有我在就不叫事儿。如果你真瘫了，我教你说评书，坐着我也让你上台，我不会让你失去这个舞台。说评书都要坐着呀。然后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都不叫事儿。你现在要想的，赶紧吃，赶紧养。赶紧出院，这是你要做的。然后隔了1周吧，15天，15天我出了 ICU， 出了院之后2个月吧，我就上台表演了。正好赶上德云社大封箱，我愣上台说相声了。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那一句话，给我的毅力，我就是那句话听了很值得哭哎。对，很有给我很大的力量。我说我要争气，我说我一定要站起来。一开始学站的时候，因为不到100天不让站，我是跪在床上，
当时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就那一刹那，你知道我很挣扎。我说我万一我要跪不了怎么办？我试试吧，我就扶着床，我就跪在床上了，跪着床把腰挺起来了。当时我特别开心，我说张云雷，我说你没有瘫，我说你能跪你就能站，我这样试了一下，这恢复的这么快，真的运气很好。对，就是他那一句话，给了我信心啊。郭德纲真的很会给人家加油打气。我不知道九郎在干嘛九郎当时他在医院的时候，你有讲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吗？我没有什么振奋，我当时其实挺怕给他压力的。当时，对他怕给我压力。他当时压力特别大，就是他人心特重。然后我见他第一面 ICU 进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你怎么办？他问你说你怎么办？然后我心想，我说嘿，我这哥们儿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思问我呢。当时有点感动了，有点就是一是感动，然后担心这一天，因为我第一天没有见到他，第二天才进去的。然后我也就跟他说了，也就有10秒钟的话吧，我就出来了，因为就20分钟的还是1刻钟的探视时间。九郎是不是第3天就去找别的搭档了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没跟我说，没有。你就一直等着他吗？对，我说你什么时候起来，什么时候算。哎，他喝多的时候你不在旁边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不喝酒，所以他一般喝酒酒局都没有我。所以他有自己其他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对，一般对喝酒有一帮。九郎有朋友吗？有朋友，恭喜。我像没有朋友的人吗？开玩笑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云雷会不会演那个喝茶之后讲话，本来从非常漂亮的声音，渐渐变成沙哑的声音？就是水真的被人家下了毒了。没有，你要先本来是好。他说你没层次，你要从有声音。你要先从有声音的说，哎，我们这次的表演怎么样？哎，我你要从那边到这儿。那我来一遍啊！来一遍，咱们重新来一条啊！来一条啊！重新来一条。我们大家上，好，来一条啊！绿茶，我非常喜欢喝绿茶，因为平时家里面绿茶呀、花茶，我太刻意了，很刻意，而且脸上都没有惊慌的表情，直接就嗓子哑。因为他们相声界好像真的担心别人让他们嗓子哑掉啊。真的有这种事发生过吗？我没有，一般都是我自己把自己弄哑了。你怎么把自己弄哑的？有的时候哑完出啊，回去之后熬夜，嗓子转天就会哑。所以九郎，你的地位是他的徒弟，还是说他的搭档？我怎么成了徒弟了？我就是那个搭档嘛。所以是平辈的吗？当然是平辈了。哦，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尊敬他。对，但是他一直管我，有时候喊我儿子什么的，就是啊，因为我们表面上都是称兄道弟，其实暗自里都憋着当对方的爸爸，你知道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九郎，你已经习惯了在张云雷的身边，大家都只看他不看你。啊，对，其实大家也都看我，偶尔会看看我啊。所以你粉丝是比他少非常多，是不是？戳到他伤心处了。没有伤心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可是听说云雷，你有让你的粉丝带了荧光棒进德云社去听相声，对吧？不是让吧，是那个大伙儿自发的。因为一开始也没有说带着荧光棒，从15年开始，我有自己固定的粉丝，但是不多，可能10几个。然后有一次我上台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哎，底下就有举灯牌、打荧光棒，当时我是一脸懵的，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收起来，不要打，因为他后面的观众他不认识我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哦。后来就自打是探清水河，火了之后，然后就陆续的他们就都是开始打荧光棒。所以现在只要你出现表演，就会有荧光棒。但是说相声的时候不会打，我一般都是在翻场的时候。对，在我们那个就是 happy ending 的时候。才拿出来这样甩一甩。但是说相声的时候不可能，那样会很奇怪。台上说郑元刚、郑兄长、郑路眼，底下晃着荧光棒，对，很奇怪的。对，非得背错了不可啊。九郎没有任何人为你
举荧光棒吗？没有，他的我一般就会蹭蹭热度什么的，我就假装这是我的啊，相声的前辈们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吧。就如果举着你的名的牌子，台上的前辈会不会？不会，因为这个台上有前辈的话，粉丝是不会。你有跟他们沟通过了？就只有是我自己的专场的时候啊，他们才会去举荧光棒。才会有时候跟师傅同台的时候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打荧光棒的。嗯，所以我们看张云雷的崛起过程是相声界的童星开始的。对。9岁开始上台表演是吗？具体来说应该是10岁到12岁，10到12。对，9岁开始学这个东西。然后是第一次表演就立刻被郭德纲老师看中。第一次见了我，然后就唱了一段京韵大鼓，然后我妈妈就问：“你看他行吗？”他点头说行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了北京来。我当时脑子是懵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教我什么我就开始学。那他有说很明确的说出我要把你当成干儿子吗？干儿子？对。没有，我师傅把谁都当亲儿子。对，因为你就是师徒如父子嘛。对。其实从小我一直是拿他当父亲养。那他对待你跟对待郭麒麟有不一样吗？就是财产吧。净说实话。听说杨九郎家里很有钱。是吗？谁说的呀？郭德纲说的。真的假的呀？他说北京能够住得了4合院的人不超过10个，令尊大人就是其中之一。其中就是吗？不是，因为说于大爷他爸也是这么说。所以你们家住4合院，700多进的4合院。哇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不是，这是我们那个节目里的一点内容嘛，一点梗。我们家不住4合院，我们家就住。但你家是有钱人吗？他们家住树上。不是，没有，也树也不住啊。然后就是普通的家庭，特别普通。你有没有很庆幸你是待在张云雷的身边？特别一直在庆幸这个事儿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真的，不能让你看出来，以后你会骄傲的。当时谁挑谁的？当时就是一拍即合吧。对。是老师安排你们两个吗？不是，没有。他有自己的搭档，我有自己的搭档。对。在我俩搭档之前，我俩是不说话的，就是见着面他会喊我师哥，我说哎，就结束了今天的啊。你是看他不顺眼吗？那时候也不是，就是没有话。对，没有话，有在一个频道。对，而且有一次就是那天也是赶巧，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在后台待着，就剩下我俩，很尴尬，特别的尴尬，找话题吧。哎，我没觉得尴尬啊，我可没觉得尴尬。那是你，我自己不觉得。你觉得很自在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自己还挺好，觉得。然后就是找话题吧，然后你吃了吗？没有，那吃点饭吧。然后我俩就出去吃了一顿饭。吃了一顿饭，然后聊着就聊到这个搭档的问题。然后他想换一下搭档，我也想换一下搭档，然后都有这个意思。对，但是呢就没有说破。其实你应该从根儿上讲，应该是第一次11年的时候，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搭档，然后他把我拒绝了。啊，对，这是11年。他邀你，然后你拒绝他。他拒绝了我，因为当时我刚有一个搭档。对。他刚找了一个新的搭档，然后我就找他了，然后我跟他吃了第2次饭，然后才定的这件事情，然后2次特别的凑巧，都是赶上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，对，就跟老天安排的似的，然后吃完第2次饭就定死了，是我们俩是一起搭，对，但是得互相的自己的搭档再说，所以在相声界里面换搭档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吗？当然是大事儿了，对，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2个人心里都想要把当时的搭档给换了？你们俩当时为什么不做《康熙来了》呢？对呀。来，请回答，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就来做这个啊！对啊。九郎，我们2个不做康熙，真不是因为搭档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搭档啊。对，我们俩也是，就还是搭档啊，还是搭档啊，有意思啊。所以当时各自不要自己的搭档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？其实我们俩更聊得来，对，更聊得来，就是舞台上的表演风格。对，我以前的搭档可能跟我现在的表演风格不是特别的符合。对，可能我是比较张扬的那种，他是比较沉稳的。对，可能好多作品啊，可能是不是这么适合。对。
哎，张云雷，那在德云社里碰到了当时被换掉的那位搭档，会尴尬吗？不会，我俩台下是真的非常好，我会尴尬，特别的好。因为你取代了他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过现在我们还在一个队，还在一个队，我们还在一起。所以要跟搭档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把你换掉，要怎么讲才不会？我说咱俩可能缘分尽了，我说可能会没有机会再搭了，然后他哭了，好伤哦。然后他说他说我这样演完最后一场的时候，我会把咱俩以前所有演过的节目，我会打一份词给你，算作咱俩留一个纪念。这几乎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一样的伤人呢。所以他哭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当时心里有点软，就是心软了。有没有一点想说，算了，还是不要换好了？那他怎么办？就我还跟原来那个呀，对，等于白忙活，饭也白吃，钱也白花。就是啊。张云雷，你觉得把搭档甩掉比较难，还是把女朋友甩掉比较难？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之前的。对啊，之前呢？你之前一定有分。师傅不让我谈女朋友，因为我比较单纯。他信了。所以你要假装没这件事，是不是？我说实话，我是有时候不愿意触碰这个。有一次是人家先跟我说的分手。你被分手？那你有哭吗？当时？哭了，当时是哭了。哭的时候应该是想挽回吧？我心想我以前花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还是因为钱，投资落空是吗？但哭的时候，其实当时我挺伤心的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？2年吧。交往2年。啊，2年。然后是在我们天桥德云社对面有个大广场，在广场上他跟我说的分手。然后他走了之后，我还要从广场回到德云社，晚上我还要演出啊，那天挺难受的。天，所以有一边走回德云社一边落泪，是不是？不，我不能让师兄弟看见。哭完之后我自己回去的。哇！然后就是全靠自我调整嘛。那你进去德云社的时候，有任何人发现你情绪不对劲吗？没有。所以当晚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表演。对。然后因为当天临回家的时候，因为那会儿郭麒麟不会开车啊，就我跟郭麒麟2个人在车上，然后那天路上也没有说话啊，他可能认为我可能，他还问我一句，他说我哪得罪你了？你今儿不说话呀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有点事儿，他就再也没问。后来那女孩就跟郭麒麟了。对啊。真的吗？九郎？没有，你别当真行不行？九郎，你私下是不是真的有怕他这件事？我不怕他，我怕他干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哪方面怕他呢？不是说他睡着的时候，你根本连气都不敢喘一下。不是他呀，睡觉特别轻。然后我们一般助演出去呢，就是俩人睡一个屋标间嘛。我先睡着最好，就是这样啊。他先睡着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房间里从来不放表。我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就真是睡不着。你就会听到。然后那个就是他一般就会告诉我，然后别出声啊，别出声啊。后来就演变成第2天早上，我说我没出声啊，然后第2天晚上告诉我，别喘气儿啊。等于说你呼吸要很谨慎的呼吸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你这样会睡得好吗？后来他睡得特别好，然后睡得特别好，就改我睡不着了。对，我们从家里带了一些东西过来，星辰麻烦你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打开花花柜吧。那边。好像花了不少时间讲那双球鞋，那双球鞋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那个鞋是挺有意义的，是他送我的第1个生日礼物。他给我买这个礼物的当天，我正在说他，对，就是正在跟他闹别扭。是讲他表现不好，还是说讲他这个人格有问题？不是人格，就是逛街。我说我就不想去，我说你干嘛非让我去呀？
我说你愿意去你自己去，我说你总拉着我干嘛呀？嫌弃。我说你想去，我说你不能代表我也想去。对对。然后他也没给我回，到了他买完了回来，人家是给我买生日礼物去了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他，我那会儿啊，觉得这个鞋码啊，咱不说大了小了的不一样，我说咱试试。然后你又不能说出来，因为这是 surprise 嘛。对，也算吧，反正就是生日礼物嘛，就是我也不会，一般我也买东西我也不告诉他。所以搭档送礼是互相往来吗？就是你送了他，他就得回送吧？不是，他一般不送我礼物了，他一般就给我钱，就是他就不生日他送钱给你，对，给我发红包，对，我就给他发红包。我觉得我出去我懒得出去转，对对对，买完了之后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？这样呢，我给他转红包，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，喜欢衣服啊，喜欢鞋子啊，你自己去买。对对。所以你给他多少钱啊？每次都是5位数吧。10万，10万。哎，那还蛮多的耶。大爷，您是不是不识数？大爷，我刚想说的。这么大主持人不识数。9万啊，没有那么多，你们就是他这人特别实诚。他就是捞干的，就给你钱，就完了，你自己愿意买什么买什么。你看我给他买东西，他一般也是拿回去退，然后把钱拿回来。球鞋还在，没拿去退。没有，他不退，他一般就留着。他一般我给他买的比较合适。好，刚刚屋子里的东西，其实比较触目惊心的是发胶。对，胶水好像超过了正常的量，而且同一个牌子，然后摆放的方式是一种要打仗的感觉，就是用完这一罐马上用下一罐的样子。所以你现在的头上是很硬的吗？是。可以插卡片吗？我插插看。后面插得进去吗？大爷可以站那鸟，我觉得。哎，蛮难插的。哎，好，可以啊。插上了吗？可是有一点会掉的感觉。但是你要帮我把头发弄好。哦好。因为没有人敢动我的头发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我刚才是惹到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惹到我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要不然你把它弄好。哎呀，弄坏了，哎，完全不对了。完了，还不如刚才呢。我现在美不美？你现在很好，真的很好看啊，很好。所以刚刚有人这样上来弄，你会怎么样？把手挥开吧。了解我的人可能就不会过来碰。九郎，你有曾经想要帮他把刘海这样拨一下过吗？没有试图过，我这人比较惜命。赶紧烧一炷香啊！对，他这人特别护头。所以刚刚那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事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而且真的，当时我都替你害怕，刚才真的，我就怕。那你刚刚不给我，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啊？我就想看他打不打你。所以你现在很讨厌我，是不是？是。够直接吗？为了碰头发结下梁子啊？不用吧？两个人互相讨厌。哎，所以怪了吧？他发胶没有他想象喷的那么多。对。要不然应该卡插进去就站着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就是因为我要自己打理头发的话，会打特别多。这么大罐的，这么大的，我一般3、4次我就用完了。等于猛喷呢。对。你是把自己当蟑螂吗？真是这样，我喷的特别多。他有时候化妆老师也是，化妆老师给他定型什么的，喷一点，姐您再喷点，然后再喷点，姐您再多喷一点，拿过来然后抢。对，我一般都是自己喷，没了就。如果你跟一个男生交往，结果他在你面前这样喷到他超过5分钟，你会发火吧？而且如果要跟他接吻，然后手这样插进去，你接吻的时候，对方揉你的头就……那你接吻为什么要抱住人家头？你很奇怪。怕跑了，怕跑了。所以连女朋友也不能碰你的头。没有人碰我的头，现在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碰头发。请你记得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个景象，有一天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会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。香水是怎么回事？香水我是喜欢收藏吧。所以你这个人出门会有很多味道哎，发胶的味道跟香水的味道。嗯。哪一个会比较重？香水。香水是这样。这样喷吗？好像。
真的喷那么多？真的，我说他们告诉我喷香水要这样，要这样，什么什么，对我会觉得很麻烦啊出门我就这样喷，往前走，哦，喷在空中，然后这样我对，往前走。酒廊喷吗？不怎么喷，那你会不会被他嫌臭啊？没有我不那么味儿吧？应该那他的香味会干扰你吗？不会。不是我有时候我都怕他喷错了，香水喷头上，发胶喷身上了。把胶喷在身上是吗？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一天发生？对。你有经历过上台去，结果观众不笑吗？有啊，他一般不笑，我就下去隔着他，嗨，他就笑了。我们还经历过没有观众啊。所以你们两个搭档之后有经历过这些？当然了他有了。搭档之前没经历过，然后搭档之后，对，搭档之后，到我俩上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俩是底嘛，今天的这个压轴的这对演员要出场了，我俩一上去之后，就走了好多人，就还剩一对夫妻在那听。我再到岳云鹏的那里一看，他那里面齐满座满，还加座，我这边就没有人，就那种感觉就是。落差，所以岳云鹏比你早红很多嘛？很多。你现在跟岳云鹏有没有差不多 level 了？因为我俩不是一个风格，这个没有办法比。他两个风格就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让我怎么做比较？你说馒头和汉堡，你说怎么做比较？所以你的风格跟他的风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比他帅。他比我丑。你觉得以搭档而言的话，是不是全世界任何人的搭档都胜过杨九郎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杨九郎他虽然跟他开他玩笑说记不住，可是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喜感跟那个岳云鹏很类似啊，所以有这种搭档，观众缘，有这种搭档就反而会很吃香。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？也没这个必要啦。别看我们试试看，我看看他主持怎么样。试试看。开场一般都是那个你们广告是什么？广告什么？啊，我们把那鸟是不是给我一下？缝住了不行。用你自己的风格开一个场，这样行不行？到哪儿了，姐？到哪儿了？就是做一个 opening 啊。姐姐一直是我的偶像，从那个 SOS 开始啊，可以说 SOS 吗？你们可以，我本来就是 SOS。你们没有闹内讧什么的吧？没有，感情很好。那你那时候几岁呢？我那个时候是您应该是90几年的出道，那时候我是记得我是16岁出道的。16岁，然后差不多，那我那会儿应该是7、8岁吧，差不多啊。大爷，还是您来，为什么大家都走了？要不要热情？好，我们切到这里，没有人在这里主持，切到这里。所以你当时是7、8岁就看？你7、8岁懂什么崇拜偶像啊？不是，我看那千牛逼，然后听见那个10分钟下课那个歌。你会唱吗？不太会。会走调了，他可能是个骗子。他考德云社的时候，您还要回到您位置。我回来了啊，谢谢。他考德云社的时候，他唱的是5月天的歌。啊，不适合啊。是对，考试的时候。不是，为什么进相声界考试要唱歌啊？不是，我师傅让我唱的。你唱了5月天什么？我唱了那个听不到。来一句。听不到，我不要唱了吧？要，预备，开始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？就这样啊，不差哎。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正侧面也还有一点点帅。真的吗？一点点。下课10分钟，然后你不要转成正面，就侧面很侧。下课10。你说他整集都侧面对着我们吗？但有一度就觉得有被打动。
谢谢姐。所以张云雷，你小时候选了这个方向，没有人阻止你。因为我从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曲艺的行业，因为姐姐那个时候是唱京韵大鼓，然后我5岁的时候，姐姐演出的时候就总会带我去玩，在后台啊，然后或者给我放在前台啊，放在观众席里面，我可以从头听到尾。然后从小我也是这个，也是灌输的比较多嘛，比较喜欢这个。所以人家5岁就开始懂得欣赏戏曲，你小时候却是崇拜 SOS， 这就是差距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现在他跟我捧哏了呢？怎么？您自杀式包袱的都是啊？我也感觉是。关键我不光欣赏 SOS， 我还欣赏那个您的好多综艺，什么那个我猜，他也主持过我猜啊。对啊，但是后来就换主持人了，后来我就更喜欢了。然后打死你！刚还夸你几句嘞，我把话收回，你侧面也不帅。我就更喜欢那个您的别的节目了啊，没说完呢啊。什么节目？那个娱乐100%嘛。哦，对，我就去看那个节目了，我就更喜欢那个节目了。所以他是追着你跑的哦。是啊，会讲出娱乐100%代表是真的粉丝。真的耶，会说出 SOS 就已经是真的粉丝啦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成为您的歌迷了嘛，叫嘿呦就是你，然后就成为您的歌迷。哦，我听过那首歌，对吧？罗志祥。对，罗志祥不是罗志祥和 S 姐唱的。我以为就一个人唱的。不是，我以为罗志祥，我以为罗志祥男女切换自己。你耳朵是有问题啊！你以为女生的部分是罗志祥自己唱的？我不想访问他们2个了。行。因为张云雷的受教育过程好像没机会接触这些玩的东西，是吗？我小时候没有，小时候接触的都是曲艺。张云雷从小就表演传统曲艺受到瞩目，可是当中要经历一段青少年都会发生的变化过程，可能嗓音就改变了。所以当时张云雷就暂时离开表演曲艺这一块，然后据说他跑去了流量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，大家可以问他。然后他再回到相声界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染了金头发，然后打了耳洞的男生，是这个发型吗？是。你回来的时候是这个发型回来的？是。我虽然刚刚在介绍头发有染成金黄色，可是我转头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还是略受到震撼，就是跟我想象的，我以为是这个头发染成金黄色。因为你这个太可气了，很大，你这个。对，木法沙，你看没有？你当时是去做什么事情得到了这个造型啊？我没有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审美就是那样的吧。然后那个鬓角一定要特别的大。所以当时你觉得是好看的吗？没有，我就那会儿觉得喜欢，我就这样染。然后回来之后，我特意问了一下师傅，我说这样说相声好像不太好吧？我说我明天把它染回来。他说不要染，就这样。我说那耳钉得摘吧，耳钉也不要摘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我让你这么做，自有这么做的道理，不要问为什么。所以现在从小就是他让我去干什么，我从来不问为什么，从来不问，因为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。他现在告诉你了吧？告诉了，就是想让人记住我。第一个是用这种样子上台讲相声的人。那你这样子上台的时候，你有很害怕大家不接受或者是出声音吗？害怕过。结果观众反应，都这样。就你一走出来，他们就对，都是这样。那你一开口是传统相声，他们就放心了，是吗？后来有一阵儿，我就还是保持这种风格嘛，然后染过其他的颜色。我说什么时候？我说这个头发能染黑。他说你想，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这样染头发。他说早晚有一天你会主动的放弃有颜色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就脱发了开始。我现在是假发，现在我这是主动的，16年主动的放弃染头发，就觉得真的腻了，是不是？不接受了我自己不接受了。可是他现在这样子就感觉比较像就是一般的帅哥。一般的帅哥，以前像什么帅哥？不一般的帅哥是什么样？以前就是你刚刚的发型，那张照片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帅哥啊。反正我现在要是看以前的那种黄头发的图片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
有时候让我看，我说哎，我说得了，我说不让我看，不让我看。哎，是头发演变史，演变过来，对对对。所以17那个还蛮帅的。12年的嘟嘴那个是流行吗？嘟嘴啊，对。你现在拍照还嘟吗？不嘟了。你还有脸嘟吗？有脸嘟吗？没有了。嘟一个，因为现在嘟一个看看。搭档一起嘟啊，快点！咱俩一定要帅帅的啊！好的，嘟嘴啊！1、2、3。张云雷，你没有嘟啊？就是你还是对堵腮帮子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跟郭麒麟都非常喜欢，可能那个时候非主流嘛，那种。就是装可爱啊！装可爱。你先问问 S 姐认没认出那是郭麒麟？认出来了吗？啊，哪里？另一个嘟嘴的。哪一张？第2张戴眼镜的那位吗？对，你别以为那是孙越，那真的是郭麒麟。那是郭麒麟？对，那是郭麒麟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郭麒麟。是他。你故意放这张照片陷害他吗？所以你曾经比他帅很多哎。有。不是你等会儿啊！姐说的是曾经。那你那个点头的意思是你跟他合照，你心里面也知道这件事情。跟他合照那会儿，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，但是现在没有自信了。现在我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超过我了。因为这个我忘记了当时是为什么要照这张图片。就是想炫耀自己比他帅啊？不是，是他搭档。对了。是郭麒麟的搭档卖了一个萌发的微博，然后我俩在后台发完之后圈了他。哦，那个他的搭档应该被换掉吧？没换掉。然后慢慢的演变到这个第3章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我还能接受。我觉得15、17都很帅哎。我还觉得有颜色就12年有颜色也挺不错的啊，不是爆炸头的颜色。对，不是爆炸头。因为还有一阵就是这个头发这样的，有一段时间是梳辫子。因为好像你从小就留辫子对吧？对，从小留。因为我们家有个习惯，就是孩子生下来都是就是留长生辫嘛，然后到12岁的时候要把它剪掉。OK。就是后面那一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老茧。你还记得郭麒麟的样子吧？有一点想不起来，好像是单眼皮，是不是？再给他切回那张照片，对，切回那张照片，切回那张照片。所以你会先看到张云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。就是去听相声，进相声园子去看到这么一号人物。因为我觉得如果帅到会让我留下印象的话，才是真正的帅。我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，可见他应该算是还蛮。可是这个人就在面前，所以你才记得的啊。可能明天就忘了。对，一会儿就忘。一会儿就忘。我现在已经忘了杨九郎长什么样子。我追着你看，让我看。没有，小的时候练功几乎就是跟师傅斗智斗勇。我就不练。他就逼着我练，我就想对策来对付他，在床头，临睡之前他会给我贴一张纸，就是你明天早上起来要背的东西。每样50遍，都唱完了，估计我得需要4、5个小时。后来我就偷懒就被他发现了。偷懒是吧？行，这个，来，我说干嘛呀？给我准备好多空白的磁带。唱完了之后给我录下来，我会检查的，然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录，录完他真的听，他真的在听，他一遍一遍的听。我说这怎么办啊？我偷不了懒了。后来我就想一办法，我自己啊偷着买了几盘就是空白的磁带，趁他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录，录完了之后去练功去，哎，回屋，然后把门一关，一放这个。我就放这个，然后后来就被他发现了。他打开门看到是不是？打开门的时候，就僵在那里了。发声也是，每天早上起来要喊嗓子，早晨5点让我们自己去，起不来，哎呀起不来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就想怎么对付他。我会走到岳云鹏的家，然后到他家睡一觉，睡到中午，然后这个回家了，喊嗓子了吗？喊了。当天演出的时候，晚上
我嗓子本来能到这儿，但是我没上去，我就到了这儿。他就觉得你今儿喊嗓子了吗？练声了吗？我说我练了。他不对，他说你今天如果要是练功了的话，他说你今天不可能唱成这样。然后有一次也是还是这样，那天我一推门，睡得香吗？我说我没睡觉啊。我说我就用功呢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睡得香吗？说我没睡觉啊。然后我姐就过来了，你还说瞎话是不是？你姐夫在后边跟着你呢。跟踪你？跟踪我。那他这样是可以揍你吗？还是？他就打过我一次。什么事？不用功。然后当时姐姐呢带着家里面好多的人，包括烧饼啊，他们去逛街去，就不带我去，让我在家里练功，我心里就很气愤。师傅过来去，把太平歌词游西湖背，回去背去，不背。我一站，我说不背，背不背，就不背。然后我说完之后，把那个打击那个乐器那个玉子，我就给扔出去了。哇塞！然后他就把我扔出去了。扔出去之后，他就给我拎起来了，给我一顿打，打完之后给我扔到床上还打，然后我就哭，不求饶，不求饶。那很难收场哎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也很生气，然后他就自己上屋里面，他就待着。我哭完了之后，我不能在那坐着呀，我不练功还得他更生气啊，然后就开始练。姐姐可能就看不舒服了，心疼。对，为什么这么多徒弟当中，你为什么只说我弟弟？他会跟师傅在屋里面吵，然后师傅会跟他说：“我这样管的是有道理的，我是为他好，我是教他背，教他唱，我是教他能耐。”他们家隔音这么差啊？租的房呀，现在在聊事情，没有跟你聊隔音。没准不是光因为你吵啊。后来这个师傅就说：“你要真想为你弟弟好，以后我再管他的时候，你不要插手。”连这么低沉的声音你都听得到哦？不是，后来俩人越吵越激烈。但是后来姐姐就觉得，确实师傅管我是对的，我确实是有点不用功、不学东西。后来姐姐就不管了。你会觉得郭德纲花很多力气跟他们玩这些事情？我可以说，小时候他在我身上真是好费力哦，好费力。所以后来倒嗓就不能再唱了吗？不能再唱了。那05年倒的。可是可能每个小朋友都会发生这件事啊，不是特别的事啊。因为变声期，我说话也说不了，唱也唱不出来，我就觉得可能完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唱歌本来就是男生的嗓子就要比女生低很多嘛，然后我唱男生的歌曲，我还有低八度唱。就是你变声完之后，你的声音变那么低？对，就是就这样的。下课10分钟。这个你有什么好模仿的？啊，那个时候就决定就是先养一段时间吧，然后回天津。所以你跑去打工吗？有，但一开始没有，后来在家里待着，待不住了。跑去做什么？跑去我那会儿干过服务员，台球厅，给人家摆球。在冰场给人换鞋，干过收银员。收银员？收银员。有 A 钱吗？没有，我们那里都有监控的，要没监控就 A 了，就 A 了。问题跟答案都好烂。所以你去做这些事，只不过是尝试一下别的生活。对，尝试一下别的生活，但是我感觉干哪行都挺不易的，尝试完了。所以那时候有觉得总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去曲艺界吗？没有。你当时是真的觉得放弃了？放弃，因为事隔6年了，我觉得那会儿就感觉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淡忘了。对，因为我突然间变声，突然间上不了台，对我的打击特别大。别人提相声，我不听。啊，你以前是别提，打住，聊别的。这么严重？那当中郭德纲会一直回来提醒你说：“哎，不要担心，会恢复的，可以回来。”没有，我很坚持。到后来变声回来了之后，跟他说的，我说只要不说相声，干什么都行。然后他挺伤心，特别伤心。然后他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样。他说：“哎，好。”他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，我给你找。”
我说行，我说只要我不说相声怎么都行。我跟他坚持，就是2个人僵着啊，得有1星期。到最后还是我妥协了，我心软了，然后上到2楼的书房，我跟他说，我说爸爸，我说我错了，我说我都听您的，我说您说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他说好儿子，我说我好好说相声，我说我哪儿也不去了。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心软？因为他很期待我回来了，他回来了6年回来了，没想到我给他这么一句话，只要不说相声我干什么都行，他很失落。我听起来你不是只是因为嗓音变了离开相声界，你肯定在想别的事情吧？你去当收银员啊，或者是服务员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已经18岁了，我觉得18岁每天一大小伙子在家里待着，我觉得这不叫事儿，我就想给自己找点工作干，然后我就尝试各种的行业。可是后来什么原因让你愿意回去德云社呢？不管做不做相声，被姐姐给抓回来了。哦，是姐姐劝你回去的。这故事有玄机啊。怎么说？就是需要姐姐来把你抓回去，肯定就是你跟姐夫有意见嘛。不是，不然你闲着没事，我忽然抓你干嘛？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来北京，在北京，然后我也没告诉姐姐我来北京，然后我想感受一下北漂的生活。然后那时候有在工作吗？还是有？你是在自己演一段北漂的戏嘛？对，但是我还坚持，一直在坚持。你是想要坚持给谁看呢？我就想我不回去说相声，看看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存活。然后被姐姐发现了之后，姐姐说：“你宁可北漂，你都不回来，是不是？”你就是在等这一天吧？不然你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没有，我就感觉，如果姐不发现，我还会这样做。你还会继续演下去？什么叫演下去？我这说的马上自己眼泪都要下来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很可怜。然后你给我来一句演下去。那会儿睡在地铁站啊，但后来太冷了，我就转到了麦当劳那个滑梯上，在那里面睡，那边比较暖和。到后来实在没有地方住了，我说你让我住在冰场行不行？他说行，但是每天晚上员工们都下班，你要一个人给冰场打蜡，这样你可以睡在冰场，然后给我准备2张小床，而且还要睡在厕所的旁边。然后每天我就是求那个阿姨，我说把厕所打扫得干净一点，要不晚上我睡觉会有味道。所以是一场少年时期的小冒险吧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回想觉得有意思吗？挺有意思的。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，因为我就觉得做哪一个行业都要付出，而且都辛苦，特别的辛苦。哪怕是服务行业也是特别的辛苦。所以如果回德云社去，然后郭德纲就顺着你的意思说，好啊，不要做相声，你就做行政的事情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说唱歌。你有讲说你想唱歌？我跟他说了，他说好，他说我在歌坛界给你找人。他对你很好哎。所以为什么最后我心软了，我妥协了？那你最后回去跟他说，我决定说相声，他有把你抱住，痛哭吗？没有，我很少能看见他哭。能让郭德纲流眼泪的人太少了，因为他是郭德纲。他很少哭吗？就有数吧。有数太少了，我几乎就没有看见他说遇到再大的烦心事儿，我没有感觉会能让人看出来。今天我很烦心，没有，总是很开心。都是以开心的那个样貌出现比较多。对，好厉害哦。可是你不是很爱偷听吗？你没有偷听他在房间里面？你为什么总说这个偷听啊？你好像对这个很感兴趣。没有听到他在房间啜泣什么之类的。张云雷晚上都不睡觉，每天都听说今天有没有哭，有没有哭。因为如果能听到的话，可以听一下。而且如果郭德纲独自啜泣，还带一些独白的话，就很精彩。九郎也没有看过老师哭吗？在一些节目里看过，然后我师爷去世，对，给我师爷扫墓，然后还有张文顺先生去世的时候，我见过这几次。大多数我们见的都是这种情况下，他才会哭的。所以他哭的时候，学生们要上去安慰他吗？其实也不用安慰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宣泄吧。我觉得不要拦着他啊。所以刚才
张云雷用了妥协这个字，哎，就是如果当时郭德纲老师就说好唱歌，然后就帮你找了制作人，就开始做歌就唱了，就再也不要求你讲相声也行。如果不妥协的话，可能我就答应他了，我俩也就搭档不到一起了。好在妥协了，好在妥协，太庆幸了，太庆幸了。所以你是吃软不吃硬。对，他绕了一圈，现在要出专辑了，他出还是EP，要出专辑、他出EP 啊。是郭德纲老师有帮忙的吗？他给我出的主意，什么主意？这个应该怎么出，然后以后打算给我规划的怎么做。他给我写了一首歌的歌词，是他写的。所以你当上歌手了耶，愿望绕了一圈完成了啊，这个听起来挺好的。对，没想到绕了一圈之后，相声也说了，之前的那个想法也实现了。是，然后也参加电影演出，这些都有了。啊，我都是客串，客串啊，客串。你有没有跟郭麒麟争宠？有。什怎么争？小时候，我会吃郭麒麟的醋，就是大家一起走在马路上嘛，有可能师傅在中间，他这手牵着郭麒麟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就会有点吃醋。那你就赶快过去牵他另外一只手啊！我不会，我的性格会自己很生气的往前跑。他喜欢演这种悲愤的戏嘛。那现在有时候师傅说你觉得你小时候怎么样？我说我小时候，我说没法要这孩子，我自己都承认没法要。对，就是我小时候我真是一个没有优点的孩子。光是一个小孩子自己回忆就这么多，真的表示郭德纲花了可能3倍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心力在对付这个小孩，还跟踪早上5点爬起来去跟踪小孩子去哪？还不是自己生的小孩耶？不是吗？不是吧？啊？你不是郭德纲的小孩吧？我怎么会是他的小孩呢？对啊。这有点乱。您是老电影炸出点什么来？好像。然后他房间里床上放了一个垫子，是他跟郭德纲的合照。对。谁会放跟自己爸爸的合照的垫子在床上？因为他是我的爱豆。我心中有我最崇拜的人艺人是谁？只有郭德纲。那刚刚张惠妹的唱片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觉得小时候让他吃太多苦在你身上，所以现在赶快要扳回一城，就是尽量说他好话？这个不是，你总诓我干嘛呀？是真心的崇拜他。对我跟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脸红了。我说我看您喝水都这么完美。是真的，我真是。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。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，来质问我。哎，他讲这种话，郭麒麟要怎么办？对啊。他讲这种话，麒麟在旁边听了以后说：“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也这么完美吗？就是不是逼人家没路走吗？”对啊，你把好话都说尽，其他人怎么巴结他？我不是巴结的，我真是拿他当偶像。我见到他就是迷弟，大家都知道我的爱豆只有一个，就是他。他也是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。